来搜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追光不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本节目由能量植物饮品藏猛玛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多多鲜炖银耳赞助播出。吃银耳补胶质，就选喜多多。来搜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追光不透支，让强大更强大。本节目由能量植物饮品藏猛玛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多多鲜炖银耳赞助播出。吃银耳补胶质，就选喜多多。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上期热血之光第2次公演，战况激烈。至此，今天的3个淘汰名额 ，3Fire 工作室有2个淘汰名额，6倍光速有1个淘汰名额。6倍光速要离开这个舞台的是张小龙，有一点说不出话啊！怎么会突然这样？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走到最后吗？秦奋和姜潮将离开这个舞台。2个队员的暂别，我们对就挺讨厌自己今天晚上的表现的。今晚传承之光第3次公演即将开启。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演主题，4大工作室将迎来新年追光游园会，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沉淀起的宝贵财富，是所有艺术形式发展的基石。正值新年之际，追光者们化身为玉树临风、才华横溢的追光书院的才子们，来到美丽的古风小镇无锡拈花湾景区，参与新年国风民乐会和武术创意剧场，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舞台公演之中。在文武2场比试中获胜的队伍将优先选择公演的歌曲。现在有请才子们登场亮相，掌声有请见所未见工作室。慢镜头，一看就是经常走红毯的明星，故意放慢速度，博取媒体的眼球。正常，欢迎见所未见，掌声有请 3Fire 工作室，有请哥哥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新 AD 209工作室登场，有请。新 AD 209的气质，一看就是闯荡江湖多年的大侠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6倍光速。刀下留人呐，把自己留住啊！我没有，我刚才我说练一下，然后一接啪。那么下面我宣布，我们的新年追光游园会正式开始，马上启程去我们的第1站武术闯关赛，请。好。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接下来，追光才子们将要领略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武文化。哇，南拳。
这个厉害。这位老师非常的不简单。2014年青奥会武术女子枪剑组全能冠军。哦，漂亮！剑是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武术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为兵器中之神，有君子之风。剑术特点是轻快敏捷、潇洒飘逸。这个真刷力，太稳了我。哎，好，帅！哇！古代的枪是中华武术的常用器械，哇！也称作为长兵之帅、百兵之王。哎呦，枪术在我国历史悠久，主要动作为拦、拿、扎，力求枪扎一线，出枪似潜龙出水，收枪如猛虎入洞。好。谢谢，辛苦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今天的武术闯关赛。闯关。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追光才子们挑选自己趁手的兵器，学习武术动作，然后拍一部武术闯关创意短片。最后呢，由专业的评审老师打分。考核的标准有2点：一、武打动作的形态和表现力；二、剧情要生动有趣，富有创意。首先有请上海电影制片厂特技队的老师们给大家演示一下优质的闯关是什么样的，请看。好，表演结束。我们为4个书院呢，分别邀请了1位老师到现场对大家进行武术动作的指导。各位可以进入 Soul 在群聊派对中与武术老师好好的畅聊，加深了解。也可以点击他们的头像，查看自己与他们的兴趣匹配度，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书院的武术教练。请大家打开 Soul APP， 打开追光者的武馆群聊派对。这个老师和我的兴趣匹配度是98%，也喜欢健身，我们选他吧。就是他吧。而且呢，武术老师们的头像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捏脸做成的，各位可以根据头像在现场找到对应的武术老师。对，是戴帽子。哇，对。现在挺多年轻人愿意学功夫，强身健体。是的。哎呀，老师，我们找到师傅了。这是我们老师。哦，对。哎，好的，现在4大工作室都找到了自己的武术老师。我先慢走一下啊，慢走。来，我们慢走啊。来，第一下，走，反身挡刀，反身，挡刀压完以后侧身，滑，看到他，上来，1刀，2刀，3刀，压，推开，一脚，对。大家呢在学习武术动作的同时，别忘了老师的发声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的发声其实和我们的武打演员之间是一个节奏的配合。对，你一喊就给他了一个节奏，上，哎，对，有了音效之后，画面就灵动了。练习时间到。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各个小组找到自己的队友，商量营救公主的剧情。我们商量个剧情，我们得。
时间到。那么接下来正式开启我们今天这一轮的武术闯关赛。谁想第一个挑战黑衣人哪一组？请举手。来呀，来！好，我们吗？来！有请我们的剑所未见。在正式出发营救金晨小姐之前，我先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救她？她又是谁？生我育我养我。是我何人？魏健大哥。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儿。所以说她是我们的妈妈。好，那妈妈是为什么被绑架了呢？妈是被我们的爸绑住的。爸爸为什么绑咱的妈呢？爸是……那你就问我爸去吧。原来这是一次救母之旅，见所未见，请准备。3、2、1。父亲为家国大义，致母亲身陷虎穴；四位侠义儿郎为解救被困的母亲，让他们兵刃相见。而他们又能否救母成功呢？快！妈！孩子不孝，我们来晚了。欺负自己。我们来晚了。妈，来妈，我们拍一个全家福。 3、2、1。刚刚见所未见给我们开了个好头，非常精彩的剧情，而且情绪饱满。那么接下来，请问第2轮想要营救金晨的是哪一支队伍？好，哎，搞定了没？来。哦，我没搞定啊。来，有请倪坤出声，跟随大哥。立坤 ，Go！ 接下来，请准备。请问3位大侠，金晨是谁？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们为什么要救她？她是我女儿。爸爸。倪坤，你为什么要救她？是我的网友。他透过那个 Show App 来认识的。 Yeah. She was kidnapped by some bad guy. Yeah, and she sent me a message through Soul App. Yeah, through Show App. 好 ，OK。那您是谁？我是翻译。这太狠了！咦，不收 M， 这也是这样的。这大哥，你干嘛自己笑场？哎呀，他是通过网友就认识，他突然被人绑架了，就用 Show App 通信要救他。
他就在那个 app 找他的父亲确认，这样会救他是不是女儿？但是他们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沟通不了，就找一个翻译。Nice。这故事超级复杂。那翻译帮他们翻译一下语言就好。为什么还要来亲自参与营救？我其实我就是一个会武功的翻译，会武功的翻译。现在剧情。好，您是一个会武翻译。现在剧情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现场准备。一条求救的消息打破了小坤原本平静的生活。为了这个素未谋面的他找到了他的父亲，带上了身兼数职的翻译，千里迢迢奔赴他被困的现场。这场声势浩大的救援能否成功呢？搞错了，再来。他是通过网友就认识，他虽然被人绑架了，就用周 app 通信要救他。她是我女儿，我其实我就是一个会武功的翻译。救我呀！救我呀！但是想想目的啊。哎，康，哎，要不要问他是不是你的网友？I want to say sorry to her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seeing her and I didn't know what she looked like. 他说他跟你第一次碰面，这没想到原来跟照片不一样。跟照片不一样的 ，not like what is that？ 美颜。Yeah. 那我自己解决了得了。No， 他想伸手解决你。特别好笑，知道吗？当时怎么想出来的呢？这个逻辑就是他想法特别新奇。接下来还剩最后的2组了。6倍光速，京 AD 209，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接下来你们谁想挑战下一轮，请上前。那咱们来吧。京 AD 209选择挑战下一轮。哎呦，来，各位老师，在正式开始营救金晨之前，请告诉我，金晨是公主，你们是锦衣卫，原因是皇上说了必须救。我们有词儿啊，有词儿。好，现场各部门准备，3、2、1 ，Action！ 一道密令揭开了公主失踪的线索，锦衣卫风雨兼程，终于赶到了公主被关押的地方。以少敌多的他们能否完成任务？等会儿，我还有词儿呢。冷静。好，来，一镜一场，第2次 ，Action！ 知道锦衣卫的职责吗？知道。公主现在有难，皇上说了，必须跟我叫回来。杀！快！公主救驾来迟，我不想去见皇上。你赶紧走吧你！嗯，
怎么会这样？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妈，孩儿来晚了。咔！接下来，6倍光速压轴出场。现在都了解自己要打哪些人了吗？我打那个拿麦克风的。好的，准备好了是吧？准备好了。请问，6倍光速，金晨是谁？很重要的一个人，我找他找了很久了。对。这2句半漂亮。你们为什么要营救他？看就完了，看就知了。好的。 3个不明来路的人为什么铤而走险要营救被困的他？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即将揭晓。金晨啊！把剑扔了，锤扔了，刀扔了，他们要干什么呢？等等，我们改剧本了，走回来，站回来。不是那个了吗？不是了，换了。1、2、3，金晨，什么时候还钱？还钱！如果不还钱，拿人抵债。哎呀，让一让。哎呀，啊！搞了半天，这是金晨家的武馆，哎，把我们的寿留下呀！重要，拿重要的东西，哪个重要拿哪个。哎呀，还给我！哎，大哥，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回家了，回来，大哥，回来了，散了，谢谢各位黑人老师啊。所以说，金晨家是开镖局武馆的，这人是保护他的。对。 啊，你们是要债的，讨债的。好的，通过刚刚这4轮的武术闯关，那么究竟谁的分数高一点，谁的分数低一点，决定权在谁的手中呢？就在刚刚和你们对打的14位黑衣人。我认为现在此刻我们真的辛苦啊，辛苦。对不起，刚才下手猛了，实在是对不起。 九溪，你给我回来！哎，好嘞。那么接下来，14位老师，你们每人有且只有1票。如果你们喜欢他，就请为他举刀，1刀1票。见所未见，请举刀！你们敢？1刀、2刀、3刀，还没有下一刀。3、2、快1，拜托0。 4刀，那么接下来，3、5小队，请举刀，1刀，哎，2刀，2刀，你，等一下，2刀，哎，等一下，我有跟你们对打过吗？别说了，一会儿放下了，别说了，一会儿2刀都没了，2刀一会儿都放下了，别说了。 最终票数2刀。那么接下来，金 AD 209工作室，锦衣卫，请举刀。1刀，两刀，3、2，再来1刀，来快，1、0，最终2刀。最后一组登场的，请走到舞台中央，各位，请举刀。 1刀、2刀、3刀、4刀、5刀、6、
6刀。各位有劳了，谢谢6位黑人老师，谢谢，恭喜6倍光速以6票的成绩拿到了本轮的第1名。女士们、先生们，伴随着喜庆祥和的音乐，我们新的一年新年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那今天呢，略备保酒素菜，在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垫吧。客气，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新年快乐。好喝。那在我们今天晚上的新年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我也呢邀请一位我的老朋友，掌声有请上海古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戴自凡老师。你们认识多久啊？大概有半天了。哎呀，造型太好了。来，谢谢沈南老师。哎，戴老师您客气。戴老师既然来了，想必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民族乐器的一些知识吧。好的，请开屏风。开屏风，然后要干嘛？哎呦，真的有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它反映出中华民族以音乐修身养性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道德、文化和追求。接下来的新年音乐会之中，就让我们在琴瑟笙箫之中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在中国的古代，我们通过乐器的材质，把乐器以8音分类法分为了8大类，分别是金、石、土、革、丝、木、刨、竹。金就是金属的意思，用金属制成的乐器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击乐器，编钟，叫做编钟。今天现场也带来了一个小编钟，我们可以来听听它的声音。第二个石制的乐器，代表乐器有磬。古时候的磬都是用石头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磬大多采用金属做的。在它边缘转会出现一些泛音，宇宙的感觉。对。下一个是土，土制的乐器有一件大家应该很熟悉，叫做埙。我们这个埙的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凄美苍凉的声儿。哇，哇，啊，这个好好听，好听，好好听。哇，这个我想学，可以试试看吗？剩下8个手指都要摁住。可以吹了。让我做一下可以吧？请。不许吃。这口型，就有点人工呼吸的意思。哎，这回要响。好，谢谢。这个演奏级的埙，做梦都不会想到会碰到它。会不会还没插电？够了，够了。没有办法，真的，我给你插一插。弹的。老师，请坐。这太好听。那么金、石、土、革，用皮革做成的乐器，比如说中国大鼓。哎，宝亮哥，啊，
有点冲动，山出来表演一下嘛？哎啊！还有这个呢，这个会。帅，帅气帅气，大鼓哈。是这意思吧？谢谢。哇，太厉害了！太帅了，太帅了。革讲完了，金石土革丝用琴弦来发声的乐器，丝质的乐器特别多，比如说琴、瑟、筝、阮。阮这件乐器啊，声音很像吉他，我们来听一下。哦。也有泛音哈，好听。我想试试，因为我小的时候弹过中阮。哇，已经有大概70年没有再摸过中阮了。来啊！太帅了，太帅了！到了第6位，木鱼。好嘞，谢谢。木完了以后，金石土革丝木刨。刨的代表乐器有笙跟竽，笙跟竽其实都是同种的乐器，它是中国包括世界上管乐器唯一能演奏和音复调的乐器。我们来听一下。哇，好丰富的和声，好棒！笙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最后一样，竹，我们来猜猜竹的代表乐器笛子有多少年的历史？1亿年。那么，当我们还是猿人的时候，猿人已经不满足光靠歌声来充当器乐，猿猴们把动物的骨头凿了几个孔，做成了第一根笛子，也叫做骨笛，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了。后来人们经过发展，发现用竹子发声音更好听，所以发展成了竹笛。老师今天来呢，除了要展示之外，但同时呢，也是带着给大家一些考验过来的，是吧？是的，我们准备了3个不同的乐段，每个乐段结束后，提出一个与音乐相关的问题，由各位才子们来作答。有请4组才子转身背对乐队。老师，第一题。好。这是啥？
刚刚，呀，什么声音呢？这 ？What's that？ 合音的那个。我跟各位讲哈，这道题啊，你们做梦都想不到它的问题是什么。子凡老师，请发问。好，这道问题也是我们做梦想出来的。哇天，什么？刚刚听到的乐曲《超级马里奥》，当中马里奥吃到金币的声音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好，请作答，写在题板上。哦，我还真听到了那个特别奇怪的是。等一下，他顶到金币的时候有2个声音，一个是顶到金币咕铃一个声音，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旋律，说的是那个旋律还是那个金币的声音？是那个，是那个吧？叮铃铃铃铃啊，只是吃到金币的那个声音。咯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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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声音是吧？是的。咯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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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二胡或者是笙，我也觉得这俩，但那个不好说。扬琴二胡不知道是哪个，反正那个二胡比较有点虚，有点像一的声音，那就是扬琴呗。钟伟哥，因为我在这儿听了，我觉得那个嘣嘣，就感觉是，反正我这个双后的，所以我们只需要那个声音而已。钱币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声音？我觉得是红色的。那如果不灵不灵的话，就不是声吹不出来那种颗粒的东西。扬琴拿那个币拨的声音。行，咱就这么着吧。声吧，声。3、2、1，亮题板。京 AD 209的答案是扬琴，6倍光速，声，见所未见，声。首先来说一下。这2个里面有没有正确答案？有。那究竟是笙还是扬琴呢？那么正确答案是笙。我们可以情景再现一下，笙到底是怎么发出吃金币的声音？我要看。因为只有它有唱是一个吹奏的东西才能发出这个声音的，其他都是拉的东西，不可能。哎呦，哎，他也可以。但那个声音是，你听得出噔噔。因为如果是陶瓷那个就没有那么尖的了。佩服。哇 ，professional。哎，那吴镇宇大哥，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民族乐器的呢？小时候啊，那是从1968年开始。那看来只是有不只是半个多世纪啊，民族乐器的积累，对，很难得。好了，其他3支队伍，一组加1分。来，老师，下一题。好，请所有才子背过身去。我们音乐开始。哦，巴赫。望春风。这个是什么二胡啊？
个杨巡。哦，哎，真的是美到让我们忘了，我们是在参与比赛。是的，是的。哎，刚才那个歌声是谁唱的？真好听。哦，哇，伊斯小哥，哦，棒棒的，棒棒的。好的，回过神来。我的问题是，刚刚那首乐曲中最古老的乐器是哪一件？刚才说的8000年是什么来着？笛子。哦，是的。哎，等会儿，我想。 3、2、1，亮题板。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笛子，后来我突然觉得不对，里边还有一个人声呢。那比起来，人声是最早，那有人的就有声。人声。哇！来，请老师。正确答案是人声。哎，恭喜京 A D 209和随 5各得1分。啊，他特别唱歌。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题吗？感觉像。吴镇宇大哥，最后一道题了。到目前为止，您保持着不败的战绩。那你现在此时此刻心里会不会有压力？会不会有那种成名之后的负担感？嘿，一个乱猜的人怎么会有压力？我们开始下一题，还是请各位才子背过身去。认真认真了。笛扬琴声。问题他是问什么？哦，他抄了几扇木鱼。好，请转身。好难呐！我的问题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乐曲流行于中国的哪一个地区？哪一区呀？我想想，对于地区的这个定位啊，有太多种定位的方法。我认为这道题你可以给大家4个选项。好，那我就给东南西北4个选项吧。我觉得偏苏州这一边，或者江南。那我们要写什么地区？南的。我知道了，西在这里，偏新疆的地方。你有特别去听这些地区的音乐吗？那你觉得？小的。哎，丝路花语是哪？丝路花语是甘肃啊，是敦煌啊。那是什么？我怎么听着有点那个？西域。东南西北啊，东南西北。那就是搏一下了。我天哪，我现在的心都悬着，只为了一个男人，他是否能够保持不败的战绩。上海是鱼，上海。现在吴镇宇大哥是在为荣誉而战了，你知道吗？3、2、1，翻牌。209答案西，六倍光速西，见所未见南。吴镇宇大哥直接淘汰。因为我们只有东南西北。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东还是南，还是西还是北。你说那个地区嘛，我就直接答地区就好了。好，来答案。虽然我们4个选项东南西北，但是我觉得吴镇宇大哥回答的是最正确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江南丝竹，这个曲种流行于江苏的太仓、上海。惊呆了老铁，这是什么表演？这怎么可能？吴镇宇大哥，因为我不懂东南西北，不懂都能行，我天，原来不了解你，太厉害了。
吴镇宇大哥可真了不得呀！我的天哪，我真不知道大哥有对国乐有这么深刻的这种认识。哇！但是我们也写对了呀，南呀，南不对，上海应该等会儿，那你告诉我东南西北，我该填什么？东。东啊！所以说这一轮唯一答对的是没有写标准选项的。哇！吴镇宇老师，1968年啊，1968年，果然名不虚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在本轮获得了多少个元宝呢？完了，都没有了，元宝，元宝。我感觉这好像没有悬念一样。恭喜随 Five 获得第1名，并列第2的是见所未见工作室京 AD 209，6倍光速。那么各位才子，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本身是一个民族乐器的演奏者。哦，我去拿我的乐器。哦，重量级的，猜他，哎，咱们猜一下他是什么乐器？好，猜一下，究竟我们的子凡老师是演奏什么民族乐器的？去哪？这样，咱们那个划定小点的范围，子凡老师会的乐器现场有吗？那好，现场有，那咱们就硬猜。二胡，我都觉得是二胡。琵琶不，琵琶一般都是女孩弹，我觉得哈。那也不见得，大哥，为什么是这个？好，5、4、3、2、1，亮题板。二胡，我们是琵琶。声，好，看看谁的答案是正确的啊！来，掌声有请子凡老师，有请。哇！声果然是1968，果然是1968，我的，这太能猜了，我的天哪！佩服！您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因为呀，他吹的脸都青啊。不是，因为他点头的力量没他大。什么点头力量比他大？你看他点头的时候，很认同他玩的乐器。他们说，他就是个。你们可以放一下。子凡老师会的乐器现场有吗？观察力这么强，太厉害了！这是福尔摩斯啊，这大哥厉害呀！越来越佩服了，他的观察力，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很独特。You know, Dago always jokes like, "Oh, I know everything." So we were just like, "Oh, okay." And then, Dago, so cool. And then he's just like, 真的刮目相看。好厉害呀 From now on, I will only listen to you. 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是一定要相信1968年吴镇宇。服了。各位，今天吃的开心吗？开心。听我们的传统民乐开心吗？开心，真的非常开心，真太好了。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今天的新年歌会，能够真正的了解或者是爱上我们的传统民乐。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古凡交响乐团丝竹乐团为我们带来《花好月圆》。好棒啊！老师的屏风一拉开的时候，我看哇，好多是我认识的乐器，但也好多是我不认识的乐器。我觉得就打开了我新世界大门，很意外，也很惊喜，就那么的好听。你会觉得跟古人在那一个时刻有一个时空关联。我感觉到我们现场所有的哥哥们都学到不少，而且每一位哥哥们都很有兴趣去学、去知道。我相信是喜欢音乐的人参与其中，一定会觉得好玩、开心。
谢谢，再次掌声感谢各位，谢谢。经历了一天新年游园会的游历考验，6倍光速工作室以7枚元宝排名第1，见所未见工作室和 35 工作室以5枚元宝并列第2，金 AD 209工作室以3枚元宝排名第4。这里，来，这里，我们一起 slow。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因为我们紧接着3公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的国乐嘛。当时在现场，其实我们听了很多一些非常古老的乐器。其实这些乐器，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可以尽情的去尝试它。这次3公作品，我们大部分的灵感都是来自于我们在拈花湾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马上我们就决定把老祖宗留下的戏曲精华，认认真真的搬到舞台上，来一次大的突破。常常只是听到人家宝哥，我排到天亮啊，建豪很可怜的，感觉他们很可怜，但是原来挺幸福的。我们昨天也排到5点钟，好像挺兴奋的。砰！谁是？莫再一次。3公是之前我们所有的舞台当中最为辛苦的，排练时间最长、最久。我觉得跟我们自己比，我们是在进步。6、7、8。我相信每一队每一位哥哥的最高理想都是希望可以在团秀拿到第1名。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全力以赴。哎，我们明天会不会穿汉服啊？也不知道帅不帅。不清楚，但你看啊，Soul APP 上有好多人都在分享他们的汉服装扮，都很好看。立即下载 Soul APP， 搜国风，体验沉浸式国风新玩法。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追光吧第3次公演，追寻中华文化传承之光的竞演现场。Let's Soul 聊兴趣不孤单，欢迎来到由有趣有聊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追光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灿热星河，光耀悠悠5000年。今晚我们的16位追光者将用表演来讴歌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字之美、德操之美、境界之美。本次公演分为集体秀和个人秀，4个工作室完成集体秀之后，将分别接受大众评审和专业评审的投票。排名第1的工作室全员晋级。剩余3组工作室中，个人秀票数最高的工作室同样全员晋级。剩余2组工作室将各产生1个淘汰名额。本次公演一共淘汰2名追光者，如果工作室少于3人，工作室将被摘牌。好恐怖啊！我们如果再来一个，我们就要灭团了。反正那个赛制就是拿不到第1，拿第2、第3、第4都没有分别，拿到第1就保证安全过关，就是希望团队不要再走任何一个人。有请集体秀率先登场表演的金 AD 209工作室的追光者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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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哥加油加油，真的加油加油加油！金 AD 209 ，Go Go Go！ 加油！从义工开始，就我们一个队是全员在的。离开这个舞台的是纳雾，离开这个舞台的是张小龙，秦奋和姜潮将离开这个舞台。每一个队都有淘汰的了，只有我们队是全员，多么不容易啊，来之不易呀！所以我特别想我们的队能够全员走下去，真的不希望我们淘汰任何一个人。我们选不然。就是我们不想再重复前2个舞台的那种
京 AD 209，你提到这几位哥哥，就是哇，大闹天宫的感觉。这次就特别想让大家屏气凝神，听我们来唱唱歌。这首歌的音域跨度非常大，有特别低的地方，也有很高亢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呢，可能会对于我们团体来说是一首更合适的歌。满哥，咱先把他俩的分出来吧。好啊，好啊。你们把你们最想唱的拿出来。歌要不第一段的副歌我试一下。就第一段的副歌。可以让苏苏唱后边。谢谢宝哥。没事。奥月，你有没有什么要求？你最想唱的哪句？一壶清酒，一身尘灰。那这句也你唱。好吧，多让他们唱啊，没问题。前2次都是苏苏啊、奥月陪着我们一起突破，这次呢就是哥哥们陪着我们弟弟突破，好吧？这一轮我们俩稳败上。我就是很期待，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能体会到，就是上一次公演的时候，其他几个大哥觉得要尝试新的东西，那种激动的感觉。哇，你知道那一刹那，信心满满。可以。你放松一点嘛。一壶清酒，一身尘灰。你把你的嘴打开，你让刘老师教你。你得张开嘴。一身尘灰。这个要收一收，这个要张一张。你要向苏张嘴学，然后呢，苏张嘴呢就是要向张闭嘴，大家得融一下，你俩得相互学习一下。咱们试一试，可以，没问题。不愿，重来，接着来。一壶清酒，一身尘灰。好了，苏苏他老顶着，他老使着劲唱，我们说唱习惯了，容易兴奋。奥月就是音准，有的时候像一回的一呀，他老是攀高，顶着那儿就又不到一个小二度，听着特别扭。我们有那么几个时间段会觉得有一些不自信，不光是自己唱不上去，怕丢人，还怕影响整体这首歌的分数。别着急，我们好好练一练啊，看着词儿啊。一身尘灰，一身尘灰，不要仓促，现在太仓促了。很多时候就是宁拖，别赶，就是我坠着唱没毛病，我拖着点拍子唱没毛病，千万别说顶着拍子唱，你听的人就含糊，你知道，就真的赶了都，就有这种感觉。尤其唱慢歌的时候，一定要坠着坠。对，唱歌的美感其实跟你跳舞的时候那个美感一样，因为你肯定不会从一个节奏就突然到另一个节奏，它中间还是有个过程，对，它有过程的。因为我们3个哥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对音乐、对唱歌的一些看法、一些经验，如果传达给他们的话，我觉得能够通过这一次的演唱，在他们的对唱的认识上面有一个提高。一个是就是你出来就三个大哥是鼓励为主，对我们2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照顾，给我们讲了一些他们每个人的技巧，就是每一句话具体到每个字应该怎么处理。唱得准唱不准，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要把这个情绪用你的表达方式给它表达出来。而且咱们不是说因为一个结果我们才会这么去帮助你，觉得他们把我们真的是当家人一样，当弟弟一样。对，这儿多放松，气就从这儿来。卫冕冠军，红方卫视歌。我觉得我哥哥在一起这么久，我们的感情友谊，他不是，我觉得真的是来之不易。要有一个倾向性。哎，这边好。
谢谢宝哥，谢谢满哥。这边是你们最好的。我们京 AD 209，希望我们能够团团圆圆的走到最后，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少。掌声有请京 AD 209为您带来不染。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生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生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一生尘灰。一夜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深深的时光不再枯萎。再回首千丈新酒余味。一壶清酒，一生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一壶清酒，一生尘灰。
这是一幅画吧？这个画对。谢谢各位带我们领略了一次画中人的风采，同时也把掌声送给今天的助演嘉宾，来自金星舞团各位优秀的舞者，谢谢。来 Soul 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有趣有聊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现场的200位大众评审投票通道现在开始倒计时。其实我们1公，和2公都信心满满，我们都觉得成绩会不错，但是老是第3、第4之类的，所以我们这次做了一旗子啊。像我们这次是保1争2啊，希望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投票。啊，不保2争1吗？这么，倒计时5秒钟，4、3、2、1，投票通道关闭。我发现一个事儿，我发现不会唱情歌的 rapper 和舞者，他就不是一个好的追光者。2位是受了何方大神的指点，唱得如此之好？这次首先是3个大哥给了我和奥月哥机会，然后给了机会，同时也给了经验。哎，就是欧哥给我说的技巧就是乱喊，然后江哥给我说的这个技巧呢，就是用虚实结合，就很玄学。然后宝哥给我说的技巧呢，就是他说哥从来没有就是系统的学过任何东西，就全是靠天赋，所以你没天赋你就那啥吧。3位大哥教学的这个最基础的理念就是放开唱吧，有嘴就行。因为前两公的时候，那个奥月和苏苏他们2个，为了让我们仨能够突破自己，人家付出了很多，所以这次我们就想选一首慢歌，然后让奥月和苏苏他们俩好好突破一把，我们老哥仨陪着。对，我们在这首歌里面设计了很多的和声的部分，就是希望在他们觉得心里没底的时候，永远有1位或者2位的声音在跟他们一起在唱。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舞台，我们3个人相识快30年的3位好友，第一次用音乐在一首歌里面共同表达出一份情感、一份情谊，这份情谊是很重的。希望我们的这些想法都通过了这首歌表达出来了，让大家也能够去感受到。听着心里暖暖的。说句实话，这2天啊，这个小欧哥和苏苏合作的那首曲目，真的是破圈了。网上呢，在听这歌的同时，也在讨论关于2位的父子情的感觉。一般 rapper 不这么轻易的当别人的儿子，但是呢，哥，这个我还是不愿意。不是哥，我认了。还是叫哥，对。好的，这首《不染》，您感觉如何？金星老师，刚才那个表演，编曲的巧妙，音色的调配，5个人在画面当中恰如其分的出现了，而且当你们和声的时候，每个声音我都能听得见，这个是特别高级。谢谢。是。接下来50位专业评审，请亮灯。哇，好多票！经 AD 209得到的专业评审的票数是41票，目前排名第1位。请各位移步观战室继续观战，请。41票，我想每个人都肯定有点失落，因为他拿不了第1，就是可能要走嘛。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最起码说是有机会。哎，小欧哥，太40票已经是上限了吧？这批拉得很紧嘛，这批评审，上一个就一来就50-50，49-50。专业评审，他们手挺紧的。今天我有一点小紧张，其实也很难去了解他们的胃口是什么。
我就不要去想其他的，我们就在舞台上把我们最好的都拿出去。接下来有请第2组表演的工作室6倍光速登场，加油！加油哥！加油！ 6倍光速 ，Come on baby！ 请听第2首张艺兴最新发表的单曲《飞天》。Oh my！ 你还记得我们那个？你还记得我们在 bus 上面说的那说的吗些东西吗？记得，EDM 吗 ？Yeah。也就是西哥有打上了这个节目之后，说一直有个心愿想去蹦迪。跳舞吗？你们？跳啊！出舞台的时候我看那宝哥那个，然后我就想，等下次咱找一个机会哈，我也全场蹦迪的那种感觉，也可以啊，也挺嗨的啊。对啊，已经上这个节目了，你知道吗？我们都已经在这儿。当时王希跟我们分享，他就想要做一个蹦迪。那一刹那，我觉得，哎，王希说要做蹦迪，还蛮惊讶。但是后来发现他的原因，我姑娘特喜欢你，因为在看那个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嘛，她也看了。对，因为我女儿她特别喜欢跳舞，她也总让我和她一起跳，然后她来教我。但是对于一个成年人的我来说，我永远是跟不上她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节目，就去告诉她，爸爸以前并不热爱跳舞，但是我可以去努力，我可以去尝试，我希望能成为我女儿的骄傲。我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受到任何歌，我们都就是往舞蹈为主，然后跳蹦迪。我们飞一下吧，飞天。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5, 6, 7, 8. 哎，来人了！哎，天明啊！5, 6, 7, 8. 我的天啊！我看完那我都傻，怎么跳？可以。我第一次看到他，我就笑了。他平时就是非常酷，就是唱，就是很低音的感觉。我有一只小鱼，我从来也不弃。And we keep fighting to the end。我觉得他第一次我们排舞的时候，他一来是这样。我觉得跳舞好难。首先，你把它完成下来，看似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是其实你光跳下来，这个就很难了。一定是日积月累，术业有专攻。就是擦，术业有专攻。对你那时候那样的时候，我应该是你那样的时候，我就啪，我会这样往后进，啪。对，对，这样可以吧？对，可以。对，行。因为王希没有接触过跳舞这一块，你转圈转圈，对，所以怎么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些？就我不会把动作变得太细，最主要是一个大画面。飞盘啊，感觉像丢骰子，最后嘣啪，好，你这个起来的时候，身体一起下去，它其实就是捞水，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感觉跳出来。拖拉机，你要拖拉机，站 ，OK， 好。我之前也就是说了一句，就我们想去蹦迪啊，没想到就是在三公的时候，豪哥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掉。音乐，我认识一些制作人可以做这种EDM的东西，舞蹈。我觉得舞蹈会是在就
对，服装，然后舞美、灯光。听完那个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机器人跟棒迪留到最后。反正就是有关于，就是让大家看到的以及没有看到的，他都亲力亲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有了豪哥这样的队长啊，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观众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会觉得前面两个很多东西，他们会觉得很乱。我觉得这一次舞台是除了设计给观众们可以一起互动，但我觉得最主要我一部分也是希望是可以给王希，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给他女儿，我还挺开心有这个机会。掌声有请6位光速带来表演《飞天》。啊，他们是未来，对吗？哎呀，又是个大制作呀。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感兴趣，一起来！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修辞笔墨，千年笔刻，不显不没，底色般若。扶摇飞行的意象，逾越经年的凝望，波动惊涛的心脏，身着着轻装，看昨日惊慌，日流光在我臂膀。孤注的将我已尽量收敛进目光，越过屏障，阅尽了青史，无处的信仰。Yeah, we coming through, so time to clear the room. By the light of fuse, about to make you lose more than just your mind. Not confused, this is so delicious, rocking like a star. You know how we are, so ambitious. Some call it a death wish. This is serious, unattainable, mysterious. Harnessing lights, be made in China, so delicious. Shining with my crew, shining with my crew. 6倍光速，全是在不顾的光头藏镌刻，千古常驻一遇来的佛陀。通往孤独像飞天，落笔书楷墨，吸出阳光外在笔外天外里生活。穿透了大气连广阔，当局须有1年传说，花飞天王9天碧落，平时放在纸上执着。你想妄想要像梦想，飞天就天赋要至上，花飞千年轮回不忘，来世攀登星辰月亮。来日梦我，逐日而歌，飞天画笔，琵琶雕琢。如般木鹤，万户于我，宿命于我。I'm a butterfly. 光复长河，光芒妄想，上进独特的气象，也把飞天的远方。
3千年执着不忘，像雄姿妙目想象，飞天翼茫茫的晃，千年长飞轮流长，一剑冷眼长风剑是虚妄，飞天剑造信仰，来世终是敬仰。Y'all ready? Come on! 白日梦我，逐日而歌，飞天画笔，琵琶雕琢，龙般不合，万户渔火，宿命于我。I'm a butterfly, yeah. Let's go, baby! 往上。嘿，动起来！二人动起来！来吧！6倍光速。耶！大功夫了，我也感觉东西很多哎。他们用什么法力？为什么不乱呢？接下来，现场的200位大众评审投票通道正式开启。追光者们，拉拉票吧。哎，慢着慢着，啊金晨，我觉得呀，来个飞天感觉的拉票。拉拉票吧。哎，很想加入他们。那来吧。我们有6个人嘞，6倍光速，6个人喽，闪到你吐，太有意思了吧！3、2、1，投票通道关闭。最后这个，敦煌壁画居然跟智能机器人同框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其实这首歌，然后飞天，它其实本身就是很电子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但是也是很传统。它在讲敦煌的一些美好的东西。那敦煌有很多壁画在上面，对，所以我们这次外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请我的一个好朋友Fantasy 老师，一个涂鸦师，非常厉害的一个涂鸦师，他帮我们定做涂鸦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后面都展示展示，对，哇。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自己的喜爱，一些元素在里面。对我让老师画了一幅是我女儿她在我正要从泰国过来的时候给我的那一幅画。薛之谦他有女儿啊？对啊，小孩子。突然说到这里还蛮好笑，因为女儿帮他来画了一幅画，说爸爸，你离开要去工作之前，你一定要把这幅画拿走。做了3天，然后爸爸有多么爱他呢？3天走了之后，画留在家。然后今天伤心啊！对，然后还有一个照片，女孩就说啊，你对着镜头跟自己的女儿说2句吧。其实我特别想，这首歌其实也是送给我2个女儿，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让她们
学到中国的文化。这首《飞天》所有的词，张艺兴老师写的词都特别好，特别棒。然后我很想念他们，希望你们要乖乖的，不要调皮。然后爸爸很想你们，我爱你们。金星老师，您感觉如何？我觉得这是我看到飞天目前结合的现场感最好的一个。哇哦！王希太让人惊艳了，没想到他还能动，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木头，但没想到动到真挺好。王希你真可以动一动的，对。其实我也是一样，就是我女儿特别喜欢跳舞，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跳过舞。然后这一次我希望我有一次突破，然后尝试，希望以后她长大了，然后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勇敢的去尝试突破。我还想最后说一句，刚才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九溪忘了节奏了，但九溪反应很快，一下倒地，最后亮了个相，补救出来了我。你真的你不痛吗？因为之前没办法。对呀。排练的时候，那个机器人其实你们看见它设备很庞大，它没怎么几次跟我们走。然后这一次突然它走到面前，像一座山一样。然后等我想回到那个定点，我发现它已经把我封在面前了。然后就拿出一些相声，就是舞台上的一些现场的技巧，我就着吧一个吧，我就对，着吧的很好，救场救下来了。而且我想有最后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我们的主题是飞天，敦煌的这些古人的壁画描绘，就是人要飞到天上，对天空、对未来有一份憧憬。然后我们仿佛是现代人，然后带着他们去实现梦想，就说祖国强大了、富强了之后，然后我们现在能把古人想做的事情实现了，我们真正实现到了飞天。神舟13号也飞到了天上，然后这样就是把这个主题很好的串联在了一起。接下来，现场的50位专业评审，请亮灯。目前京 AD 209 41票，6倍光速能否超越他们的票数呢？我估计应该全满了。看啊。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来Soul聊兴趣不孤单，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你的健康我守护，大胆走上追光路。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左侧区域23票，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右侧的专业评审19盏灯，19加20，19、20、23、42票。6倍光速，专业评审的票数是42票。比我们多一票。目前暂列第1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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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得到了专业评审票数第1名，我相信我们这一轮会如愿以偿。谁会拿到第一，谁会最低分数？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队伍工作室都会带惊喜给大家，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沉淀起的宝贵财富，是所有艺术形式发展的基石。正值新年之际，追光者们化身为玉树临风、才华横溢的追光书院的才子们，来到美丽的古风小镇无锡拈花湾景区，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现在有请才子们登场亮相。我见傻眼傻的痛痛快快活在这个疯狂世界呀呀！我见傻眼傻的痛痛快快活在这个疯狂世界。慢镜头。一看就是经常走红毯的明星，故意放慢速度，博取媒体的眼球。正常。
欢迎见所未见。公子，您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看各位才子也是有备而来。今天您这身装扮很熟悉，感觉是没错。今天我是纪灵小不懂。神神气气，神神气气，不懂老师辩驳最流利。呸！那谢谢4位老师，请台侧留下您的一张宣传照，请。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6位光速。刀下留人呐，把自己留住啊！这下容易啪！这。欢迎，啊，这都是带礼物过来的，欢迎各路大侠。这位九溪大侠应该是最终累死沙场。哎呀，来，哎呀，来，各位大侠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刀下留人呐，原来是6个人来的是吧？对。半道斩了仨。跟大家好好聊，为什么今天会带这些东西来？我这个寓意特别明显，因为我在家玩电脑的时候，总会看到那样的画面。大家好，我是渣渣辉。是兄弟就来考我吧，全新游戏，全新装备。上线赠送元宝。不要误伤大哥，不要误伤大哥。好，注意安全。哎，大哥，那姐说一说自己这身装扮。我哥完全是凹造型，就整个的造型感看上去。来，你来，我当模特，我破。好。迈着他拽拽的步伐，然后身上呢是一款比较浮夸的一款项链，它是由9节鞭改变而成。Cool。吴老师，您是要来一段9节鞭吗？来，来，这样我们都离大哥远一点，好不好？避免非战斗性减员。好。喂，之前要不要那么远？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好。哎，你退一点。哎呦！有练过哇！帅！有练过哇！帅！见好就收。感谢3位哥哥，我们赶快移步侧台拍照留念。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才子，京 AD 209工作室登场，有请。京 AD 209的气质，一看就是闯荡江湖多年的大侠客，走出了一派神清气爽、六亲不认。这还有卖艺的。9号。哎呀，来，中间请。哎呀，散花呀！哇，这都是本人专门给你们安排的。哎呀，他们组为什么舞美每次都这么好？对，为什么？来吧，我想问问各位哥哥，这扇子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今天我们是京 AD 209书院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都是才子。我们就选的是扇子，这是蒙叔担当。我呢是智多星担当，他们偏把这个推给我，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也是别人推的啊，虽然可能是，但也是别人推的，不关我没关，对，没关系啊。明白。你看这个，小子长腿担当，当之无愧，当之无愧。我这就不太一样了。好好说啊，不好好说砍了啊！哎，保安。
你们是推的是吧？哦，我这是自封的团宠担当。然后呢，大家比较宠我的原因，应该是我比较会过日子，是个好孩子。没错。团宠。我这儿是焦虑担当，特别担心我们队伍可能会落后。现在呢，我觉得很好，我已经感觉到前面可以加一个步了。好，掌声有请 Three Five 工作室，有请。请。今天3位啊，我看装扮都很特别。我们中国的服装可以很潮的，你看配了一个迷彩的，也是我爱的迷彩服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走收的款。我穿的是泰国的 traditional 服装，还抱着一盆水。泰国的 New Year 叫 Songkran， 哦，泼水节是吧？姜潮来不到现场，所以我们带着姜潮的衣服一起来。虽然我们的兄弟离开了舞台，但是他的精神的灵魂是跟我们在一起。不是 3-5， 现在是 3。感谢 Three 工作室，谢谢。来台侧拍照留念，有请。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魅力才女金晨登场。欢迎各位追光者来到国风小镇。今天正值元旦，让我们一起身着古装游玩放松，在这场有趣且有意义的国风新年游园会中，感悟中华文化。那么下面我宣布，我们的新年追光游园会正式开始。走。哇，好漂亮哦！哥，请登船，来上船。小心。咱们在这儿了。哇，这个要破解啊！我的天哪！哇，这好难啊！对啊。哇，这个写字好看，你坐这边。天哪！这是干嘛呢？填吗？那如果我们现在就直接能填上呢？是以船为背景的应该。哦，那个，让他们全部看。大哥，来吧，直接写上去，我们就走下船，就不用出船了。是，闲人熏冠。哦，哇，大哥的毛笔字真好看。哥，你知道这个诗词我不懂，我诗词我真的很差，真的。劝君惜少年时。Are we almost done? You know everything? 然后我们就不用出去了，我们就免得出海了，会晕船。对，晕船。You know this poem? Huh? You know this poem? I don't know everything, but I am quite sure. 哇，这个都是一样的。郑宇哥又若有所思了。诗词游湖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敬爱的诗词达人李伯廷先生，他将成为我们本环节诗词游湖的主判官。今天呢，我们的游湖活动要考验各位才子们的诗词修养了。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履和声。”可见，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诗词在对于抒发感情、描绘生活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汉字作为组成诗的单位，它的选择与配合，更是对诗词的表现力增添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诗词游湖的规矩呢，非常的简单。在游湖的过程当中，通过捞花集字这个游戏，寻找汉字作为线索，然后通过这些汉字，最终完成4句诗词的填写。然后呢，到终点呢，博婷老师会根据各位完成诗词的完成度来给你们打分，完成排名，懂了吗？各位，走了。好了，船夫，开船吧。哎，他们出船了。哎，我们出发了耶！开船了。你看这镜头多美，后面。哇，好美啊！有个小鸭子，很小一个。哎，真的哎，在那里。哇，那边太美了。好美哈！那边真的太美了。你看这日落的感觉多漂亮。晚上回来雨漫长。来写上。哒个里个啦个里个啦个里个啦，哒哒个里个啦个里个啦。好，交卷了，靠岸吧，咱们。你真会吹啊！咱们在船上，你吹这个歌是不是寓意不太好啊？寓意不太好啊 ！Jack, Rose, jump, jump. 不然你掉下去，我会先笑个10分钟。我跟你说，然后你再来救我是吧？对。圈军好不好？好。哦，这怎么都已经写上了？哎，哥，你眼神好吗？还行，但我中文不好。魏健哥，救救我们！干嘛？不知道。都快写完了。我这大家猜，我这都在猜。哦，这个90真厉害啊！你高估我了，我们的文学覆盖量也没有那么的广。他们这组也来了。写完了吗？填完了。填完了，他们都。填完了，我们回去了。嗯。拜拜。字是不是在那儿了？对对对。各位渔夫，大家辛苦了。现在已经抵达了我们今天的钓点，在我面前呢有2个大的花盘，花盘里呢有很多的花，每一个花的后面都有一个提示字。各位利用自己手中的鱼竿捞到越多的花，提示字越多。快！来，泳镜给我，不用捞，直接下去。各位听懂了吗 ？OK。现在开始。让宝哥来吧，宝哥能钓鱼。咱得往前再来一点。好，保持。自己对。好，可以停车了。哦，慢慢，哎，来一个，后边接着。直接拿上来不就完了？不许拿手。不许拿手。按照规则。也不许上脚，不许上脚。我们坐着，坐着，这样安全。啊，对，我们护着。救生教练，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船家往前。船家往前。船家1点钟方向。往前，师傅。哦。哎，我们的船，哎，往后退的。啊！这钓到猴年马月去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哇，好，我们也有。你看那。
人来，怎么回事？防不胜防。我们这儿这个钓谁呀？我们只能钓这些了。啊，这已经写完了。莫愁前路无人知，天下谁人不识君。厉害呀！小学就念了，哎呀，真的。哦，太牛了！小欧哥，小欧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乃发生。好雨知时节，什么天下无故人的那个前面一句是什么？我们都是对的。莫愁前路无人知，天下谁人不识君。OK， 厉害厉害厉害！结盟嘛。莫愁前路无人知，天下何人不识君。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勸君識取金縷衣，勸君識取少年時。莫愁前路無人知，天下誰人不識君。莫愁前路無人知。无，等一下，无什么知？无知，哎，不是。我错了，哎，给我无知己。对，小哥他们抄错了。快看！我啥都看不见，大哥，太黑了。你们有没有贡献一首？快点！我们还差一个，咱们能不能交流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当春乃发生。对。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对。哦，劝君惜取少年时。惜取少年时。少年时。好了，得嘞。天下谁人不识君？前句是什么来着？打给龙哥，真的想他了。对啊，那么久不见，怀念他的声音。我只是对他跟私讯，然后他如果不小心瞟了啊，对，我这就不知道了。龙哥，正事儿，这啥？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一句是啥来着？莫愁前路无知己，无知己，对。我们想了2个小时。我跟你说，你要在，我们都不用做这游戏。对，我们就搁船上写完就睡觉就完了。就被光速。拜拜哥，拜拜。哇，完美。我看大家脸上好像都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仿佛答的都不错。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今天4句诗词的正确答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最后一句诗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无知己。抄错了吧？完了。我们的第1轮诗词游湖到这边就暂且告一段落了。欢迎来到
太极擂台赛。哇！太极擂台，本轮呢是这个太极拳的比拼。今天我们为各位找到了2位非常著名的太极拳老师。张三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的是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第14届全运会形象大使、陕西省武术队主教练吴亚楠和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太极拳梁碧莹，有请。哇！又是他，这。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太极拳的魅力，首先有请2位老师，我们来一段展示秀，有请。这气力！走，经理。真厉害，真的像跳舞。哎呦，谢谢2位老师。哎呦，刚才我们这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是扰乱了2位老师的气场，真的是太漂亮了。来，掌声再次送给2位老师啊！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一个推手的小游戏。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太极的力和普通的力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是关于推手啊，推手跟练习太极拳的套路是2个概念。套路呢，实际上是一个推手的基本功练习。那么推手我们有一个16字真言，什么16字真言呢？叫舍己从人，借力打力，虚实变换，刚柔相济。有愿意的也可以来圈里跟我来感受一下。我可以试一下吗？这个是，然后就一定要碰着吗？不用碰，不用碰。OK。对。然后是这样。对。然后就。啊？就这么轻松？大家敬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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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谢谢。还有想尝试一下的老师吗？老师，我来试一下。慢。哎呦，好。我难舍难分，打了个平手，现在是。哇，街舞这个可以的，就是老师应该还没有用力，他是在陪我玩。老师，你用个力，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韩宇他推的借力使力，让他出去。往前推啊！还往前推啊！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来，我试一下。哦，跟老师试一下，跟老师学习。跟老师。哇。哎呦，这个一搭手不一样。哦，你发音的名字了。俩人织毛衣一样。哇，强中自有强中手，很焦灼，很焦灼，难舍难分。哎呀，精彩精彩精彩！宝哥太厉害了，厉害。为了保证老师呢还能有点体力，因为真的很辛苦啊。接下来4个队各自商议一下，派出1位成员和老师挑战一下。不是刚才都挑战完了吗？每个组都有挑战过吗？大哥呢？大哥，怎么？哎，你们刚刚是没有人来挑战是吧？来，老师你出来，来，老师你出来。老师你出来。看一下。我的武术生涯第1次滑铁卢。哇，大哥也深藏不露啊！哦，大哥，大哥，给我蒙中。刚刚这几个工作室都有人和你们交过手，那么接下来请你们选出感觉最好的队伍，他们将获得正式太极擂台赛的优先选择权。那就是这边就自动形成了一个对打的组，对，你们对战进行，然后这边的2组也是进行一个对战。然后呢，2组会有2个第1名，2个第2名，最终并列第1，并列第2。接下来有请各位哥哥移步擂台区，欢迎各位来到太极擂台赛的正赛。首先由我为大家来宣布一下本轮团体战的游戏规则。规则只有一个，谁先把对方所有的队员全都推下舞台，就算获胜。就推就是了。对呀，今天现场有2支3人队伍，如果说您的对手是一支3人队伍的话，那请您也派出相应的3名对手前来应战，好吗？好。有没有想自告奋勇第1轮先上的？振宇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向前迈了1步。我可以迈多几步的。那么接下来就由 35工作室对战京 AD 209，走着。你们要派出的是哪3位？哇，大神！哇！1打3，1打3，加油！大哥加油！大哥加油！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后面有人呢。来吧，让我们有请35和京 AD 209直接上擂台。振宇大哥，你是在恭喜他们吗？还是我们不参与？你们搞定他，谢谢。关键时刻还是要出手的嘛。你们2位能不能给带头大哥做个榜样？一个啊，一个什么一个？就一个人单挑。那双方商量商量，派出1个人对决，好不好？可以吗？可以了。好，go on。OK，来，尼坤 ，come on。加油！双方请注意，太极擂台赛现在开始。坤加油！加油，满哥！哎呦！对，大家都很防备现在的状态是，那就是谁也进不到谁的身体里。对，所以要舍己从人，要能进去才有机会。满江哥，要不给个痛快的吧？给个痛快的。
哎呦呦呦呦呦！哦，哎呦！加油，满哥！加油！哎！虽然两个人都掉下了擂台，但是呢，根据时间线来看，还是满江大哥所代表的金 AD 209获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有请我们的2位专业老师来点评一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在互相试探。我们看到，实际上真正的对决就在最后那么几秒钟当中我们近身之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舍己从人，双方才都会有机会。那么在机会出现的那么一瞬间还是满江老师抓住了这个机会，取得了胜利，非常厉害。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支对决队伍。我先问一下那个魏健大哥，我们要3对3，你们要派出哪3位来应战？我们是派出钟伟、韩宇还有刘野。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双方登上擂台，有请。6倍光速对战见所未见，现在开始。等，我好紧张。这真的要打吗？我们 battle dance。Yeah。起来，是男孩，咱们就好好玩一下。等一下，我这裙子太大了。这是啥 ？Baby got back。来吧，双方队员请准备，太极擂台赛现在开始。大家都好像。好，第一个率先跌下擂台的是见所未见的刘野。好，现在3对2，刘野、杨队看似孱弱，能否绝地反击呢？包着！非常棒！现在杨宗纬和单九七同时跌落。哎呀！刘野再次跌落，恭喜6倍光速本轮获胜。在本轮太极擂台赛上获得第1名的是金 AD 209以及6倍光速书院，恭喜2位。辛苦了这么半天了，接下来咱们好好的娱乐一下，休息一下。那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游戏是1字马接力。哇哦，我的强项啊！究竟什么是1字马接力呢？南登哥，你给打个样。我们请2位专业人士给大家打个样，好不好？首先有请工作人员上道具。1字马有什么道具呢？是给我上一双假腿吗？哇，这腿有这么长吗？这个上面呢就是刻度，因为都是2两合作的嘛，
舞蹈部分也是两合作的。那么2个人依次嘛接起来，一共能有多长？哦，有 bug， 有 bug。好，我们来做个示范，来。各位，光看一个人的成绩是没有用的，他还有队友。看我的。好的。你那就算零头。好的。可能也鞋大一点也挺好。好，基本上也就这样了。给我们看一下是多少？4米。哇！咱俩就是4米了，4米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等一下，哎，大哥您说，这就不对呀。哪里不对？你加他4米，对的。他一个人就2米，对的。你也2米，对的。万没想到吧？好的，那我们先有请这个唱跳组的4位请上台。谁第一个？你们俩谁在前面？是不是都得不够了？那个一定过去了。奥月，我在这等你啊。等你啊。先到0开始啊，哥本奖，哥本奖，脚尖对，脚尖啊，拼了！这孩子这，拔苗助长，一会儿送医院去了。来，我们看一下最终成绩啊，起来了哥，4米1、2、3、4、5、6、7，4米7，我的天哪！来，刘野、倪坤，请。劈叉4米7。大哥，你帮我看一下那边是不是从0开始的哈？刚才不是，刚才不是吗？拿腿，到这儿了。哦！来，快！好软，哎，坚持，快！不能动啊！脚尖往里面去，往里面脚尖，没事，可以了。还得把鞋顺出去。要不要再加把劲儿？马上就要超越他们了，他们就在这儿，你使劲。好了，够了，可以了。好的。耍赖皮。 4位哥哥回到台上，恭喜啊，吴建豪大哥和我们的奥月。OK， 好的，谢谢。Good luck。来，4位请落座。2公歌唱合作组的4位追光者，不知道这么多极具特色的歌手强合作，哪组将会更强呢？好，现在拖长音挑战正式开始，歌词就从《追光吧》的主题曲《第2道光》中选取。大家注意啊，听规则啊，你要唱的一句歌词是“还是那个我为美梦而活”。我美梦而活。要不还是抢救一下吧。来，有请 vocal 组的4位哥哥上台，有请。那个西哥，你唱的时候我们就先回去了啊，完了回来再接你，你一时半会儿睡一觉。对，睡一觉，我们先睡一觉。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致的规则啊，各位哥哥一定要听好了啊。第一个人唱完，还是那个我为美梦而活。第2个人要接着歌词唱，还是那个我，歌词要重复一遍唱啊。OK， 不是直接接尾巴，就是反复一遍。对，要反复一下，好不好？有那个 key 的那个，有那个调的，没有，只要音儿够长啊。那2组你们谁先来挑战一下？先来吗？猜拳，你先来。好，我们先来啊，行，还是我先来，你先来。随便你先来啊。宗伟大哥和楚生大哥，3、2、
1，开始。还是那个我，为美梦而活。啊！快！还是那个我，为美梦而活。哎，做的好自然。24秒06。24秒06，哎，有，可以。来，给我们加油啊！来，准备，3、2、1。为你为美梦而活。黄西，回家喽。还是那个我，为美梦而活。好了，快到24秒了，马上到了，还没有，快到了，还没。哎呀，非常遗憾。可以吗？37秒完胜。哇！37秒。好的，谢谢4位哥哥，台下请就坐，来，谢谢。下周《传承之光》第3次公演，精彩继续。集体秀的表演完成后，究竟哪组工作室能位列第1，全员晋级？现在呢，我们票数咬得比较紧，就真的很难说。让我们哥5个团团圆圆的，在这个舞台上走到最后。就是希望我们团队不要再走任何一个人，希望3个人可以挺到最后了。进入个人秀比拼的工作室，又有哪2组会获得淘汰名额？40票，还在涨，不要着急。还有，继续。太残酷了，破百了。谁将止步舞台，遗憾淘汰？Let's go， 给我跳起来 ！Let's go， 跳起来！3000年执着不忘。感谢战略合作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打开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更多节目精彩歌曲。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追光吧”，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追光吧指定合作练歌房温莎 KTV， 年轻人都爱用的讯飞输入法，更智能、更酷炫。上支付宝搜海马体，解锁更多新年国风套系。你的热爱正在热播。